一個一反常態嘅做法，負利率 （negative interest rate）。呢個對好多人嚟講，甚至係大學嘅經濟學教授都係咧極度新鮮嘅概念。其實咧一早都存在咗㗎。嗱，市民咧擺錢喺銀行唔單止冇息收，反而仲要收費添。呢個咁古怪嘅政策離我哋咧已經唔遠㗎啦。喺日本咧已經運作咗好多年㗎啦。其他仲有歐洲啲發達經濟體系咧。不過美國貴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一直咧唔敢用呢招。Negative interest rates is probably not an appropriate or useful policy for u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但係美國已經吹緊幾時減息啦。既然啦加息速度可以前所未有地快，咁減息去到負利率絕對唔係怪事嚟㗎。要知道負利率咧係一把利器，用錯咗就等於咧向經濟捅一大刀。到底乜嘢負利率咧？對世界經濟對你同我有咩影響咧？都會喺今集一一解答㗎。萬一負利率降臨啦，你有兩個選擇：一，花少少時間睇晒呢集，嘗試了解發生咩事；或者二，眼白白睇住啲錢嘅價值咧交俾人哋控制。中意我哋內容嘅，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搶先睇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等多啲人咧了解更加多嘅投資理財知識啦。假嘅，我哋所有嘅專屬平台同埋聯絡方法都喺晒呢度噶啦，唔好再俾人呃啦。負利率其實唔難理解嘅。嗱，平時咧我哋存入銀行，銀行咧係會俾利息我哋噶。呢個情況咧我都可以叫為正利率。負利率咧就係呢件事嘅相反啦。存錢入銀行入邊，理論上嚟講唔單止冇息收，仲要罰息添。呢度可以睇成兩個層面噶。普通人企業有銀行。而銀行咧都有中央銀行咧作為銀行嘅銀行，銀行咧係可以向央行存錢或者借錢噶。而一般咧所謂嘅負利率係發生喺上一個層面嘅。至於下面呢層咧，銀行多數係唔會罰息轉嫁俾大眾嘅，頂多咧降到零利率咁算數噶啦，以免咧出現擠提啦，到時咪仲大鑊。所以啦，負利率係中央銀行控制利率嘅一種貨幣政策。負利率之後咧，由於擺錢銀行嘅成本增加啦，變相鼓勵銀行咧盡量借錢出嚟用。例如啦，將多餘嘅超額準備金咧提出嚟，資金咧會由央行流入咧各個銀行入邊，而銀行咧就會用借貸形式咧借俾個人同埋企業，希望從而刺激到個人消費同埋咧企業借錢嘅投資，推動翻經濟咁啦。想要咧一啲完整嘅懶人包，可以睇翻呢集新手教學噶。之前寫稿都寫得好辛苦噶。什麼是負利率呢一集？睇睇呢張圖咧就知道啦。近代咧邊啲國家試過實施負利率啦？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瑞典嘅央行係2009年第一個實施負利率嘅國家嚟噶。雖然喺呢張圖度睇唔到之後歐洲央行咧就再將佢發揚光大，再傳染埋俾瑞士央行同埋丹麥嘅央行。之後日本咧再喺2016年咧又跟住咁樣做。不過啦，各國實施負利率嘅原因咧未必係相同嘅。北歐三國咧主要係為咗控制貨幣匯率，避免過分升值啦。歐元區同日本咧就主要睇呢樣嘢，就係通脹健康嘅通脹目標咧，其實要大概2% 或者以上少少啦。好似一棵健康嘅樹慢慢咁長高，經濟咧先至會強壯嘅。對比起今日嚴重嘅通脹情況咧，對歐洲同日本嚟講，達到2% 通脹咧，竟然係一個奢求嚟㗎。歐洲喺2014年後大部分時間都係喺2% 以下㗎，仲試過負數添，即係通縮。至於日本咧，就更加唔使講啦，一碗拉麵嘅價錢同10幾年前一樣，通脹咧喺呢段時間都係接近零增長嘅。當某國嘅通脹太低，冇人肯使錢，經濟係唔識運轉㗎。為咗重新刺激經濟碌多啲卡啦，企業使多啲錢啦，就可能咧會用呢一招啦。喂，咁次次出呢一招一定冇窮人啦，銀行一定借錢出嚟，借完錢嘅人一定攞去用㗎，發夢都冇咁做啦。因為呢一招只係經濟學家同埋政府幻想出嚟最理想情況㗎。呢種反常態經濟運作咧，套用喺現實又有咩副作用呢？對經濟嚟講咧，負利率可以帶來咧好兩極化嘅可能。
一係咧就推高個市，一係咧就繼續撳低個市㗎。嗱，推高個市咧係因為對於用開儲蓄帳戶嘅人嚟講啦，反正都冇息收啦，倒不如咧拎啲錢出嚟咧做投資，有好少少嘅回報，但係啦可能會引致泡沫。做低個市就係因為啦負利率咧可能會令短線經濟轉好，但係拖咗一段時間之後，中長線嚟講你都係賺唔到錢嘅話，又刺激唔到經濟，效果就不符合預期㗎啦。再次有經濟衰退嘅話咧，咁樣央行就非常之頭痛啦。當今次真係出現咗負利率嘅話，到時再減息空間咧就非常之細，同埋一般人見到負利率都未必會拎錢出嚟投資㗎，反而可能覺得啦，將啲錢放喺床下底安全多少少啦。呢個咧就係個盲點啦。一般要配合咧其他正確嘅政策，先至能夠成功刺激消費，令到人咧覺得有利可圖先得嘅。對銀行嚟講啦，負利率都係一個噩夢嚟㗎。銀行本身咧就係靠存錢同借錢嘅息差去賺錢㗎嘛。息差收窄，即係咧利潤空間收窄啦，銀行嘅生存空間都收窄埋啦，唔夠實力嘅銀行啊，直頭可以面臨倒閉添，所以股價就正正反映咗呢一點啦。歐洲銀行表現咧就更加比美國銀行差添，所以啦，我哋揀股票咧都會盡量避開銀行股同埋保險業務咧較為穩陣多少少。對於個人嚟講啊，負利率更加係一個鈔票黑洞添啦，存錢一族啊，擺錢銀行度已經冇利可圖啦。負利率直頭咧無情地掌摑呢班好努力咧賺錢，想靠一世儲錢而滾錢嘅人。所以本來銀行嘅活期存款啊、定期息都已經未必抵抗到通脹㗎啦。如果強行，亦都極大可能實行負利率嘅話，仲可能要罰息嘅話，必定雪上加霜。以上呢幾個副作用係咪足以解釋咧點解世界一哥美國都一直咧唔敢用負利率呢一招呢？當然啦，冇咁簡單啦。美國仲有平時用開個招叫做量化寬鬆，簡稱 QE， 正式學名叫做中央銀行通過大規模購買債券等資產來增加貨幣供應量。簡單嚟講啊，就係印銀紙啦，嚟刺激經濟。美國 M2 貨幣供應量已經升到前所未有地步。QE 同負利率咧最大分別係負利率係直接咁參與影響咧銀行體系㗎，鼓勵其實唔係強迫增加貸款。QE 咧就着眼增加貨幣供應量啫，刺激經濟活動，對普通存款戶嘅影響咧都叫做較為細嘅。不過啦，兩種貨幣政策咧對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咧共同嘅風險，就係令我哋手頭上每張銀紙嘅價值縮小，係大大縮小。所以唔同國家無論用邊一招，我哋咧一出世都變咗即刻要識得學投資。呢件事唔係誇張，只係為求自保。如果你從來咧冇正式接受過專業嘅投資訓練嘅話咧，當然啦 welcome 啦，先睇多啲自學片，特別咧睇我啲片啦。我都算係第一代 YouTuber 啦，都拍咗10幾年片㗎啦。我做咗10幾年資產管理，見過故事都好多㗎。大部分咧只需要扭正翻幾個嘅思維同埋操作方法，其實有一個 step by step 系統咧去跟住做嘅話，要做到財務自由，甚至10年財務自由咧係絕對唔難嘅事嚟㗎。當然你會覺得 make sense， 或者你聽落去覺得好誇張。無論點諗都好，呢個係我自己同埋幫好多人重複過好多次系統，而呢個事實唔係感覺嚟㗎。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想知道10年點樣做到財務自由，有一個免費嘅1小時工作坊，大家只需要 book 咗時間去上堂嘅話咧，你就知道做到10年財務自由咧絕對唔難。當中你做嘅嘢其實做個 part-time investor 都已經做到㗎啦。喺 QR Code 或者下面連結報名，到時見啦。講翻轉頭啦。美國一直唔敢用，或者係鮑威爾一直唔敢用負利率招，我認為有3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好簡單啫，用慣咗啊嘛。美國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嚟，已經試過好多次嘅量化寬鬆、大規模買債計劃，已經咧係經驗豐富嘅老江湖。既然啦行之有效啊，用 iPhone 手機用得好地地，冇事冇幹啦，突然之間叫我轉用 Android 唔慣㗎嘛。而且涉及到成個經濟命脈，你估真係貪新鮮，突然間跳掣換手機咁簡單咩？打死都用一個之前證實起碼有效嘅方法先啦。第二啦，每個國家體質唔一樣啦，要獨立去睇嘅。當初歐洲同日本啊實行負利率，好大程度係因為應付通脹咧過分咁放緩，即係通縮啦。但係美國情況咧暫時唔同，起碼通脹喺疫情之前咧係穩步上升，而唔係浮浮沉沉㗎。放翻去今日嘅情況，控制通脹咧係聯儲局甚至每個美國人嘅共同目標。通脹咧暫時都未算係低，負利率咧自然暫時唔係美國考慮嘅嘢啦。每個國家實施負利率嘅效果咧都未必一樣添。中醫師啊開劑藥俾你都要先判斷你嘅體質啦。
可以製熱底嘅俾寒底嘅人食啊，衰到幾錢重添啊！最後一個原因，亦都係我認為咧最重要嘅原因，就係負利率會損害美國嘅霸權地位。美國角色特殊，係世界一哥，美元美債暫時依然係最可信嘅資產。美國作為最大債權國，其他國家大型投資機構依然認為買美國國債可以獲得無風險回報，有穩定嘅利息收入嘛。如果實施負利率咧，長遠嚟講擺錢落美國係冇着數㗎。投資者自然揾其他利率較高可以滾到錢嘅地方啦。一旦資金流出，國債規模一縮小，流動性變差，長遠一定影響經濟㗎。仲有喎，如果自己變弱嘅時候，即係等於對手唔做嘢都變強咗，相信冇一個強國會想見到呢個畫面，亦都可以解釋點解暫時美國對負利率盡量避得就避。不過大家知道嘅趨勢只會加劇，唔會放緩㗎。頭先3個原因，大家要問一問自己啫。第一，下次再去返同樣嘅零利率，同埋上次 QE 已經無限 QE 㗎啦。呢兩樣嘢能唔能夠刺激我哋攞咗啲錢，係真係對經濟有返信心去投資呢？第二啦，而家講緊通脹啫，但我哋見過好多次通脹都變成通縮㗎。唔好話負利率啦，減7息救市一定係通縮㗎嘛。通脹時候一定唔會諗呢啲措施㗎。第三亦都最重要原因，我認同嘅。美國唔係去到懸崖邊邊都唔會出負利率嘅，就要睇下下次經濟衰退衰啲乜啦。雖然冇人可以斷言美國或者唔同國家之後息率會點樣發展，係咪一定會走到負利率呢一步呢？不過啦，我淨係知道經濟越嚟越扭曲，美國日後無論係用量化寬鬆定係負利率呢一招，我哋做嘅反應就係夠快。只要美國一鬆手刺激經濟，資產就會上升，通脹又會再嚟返啦。都係嗰句啦，一定要及早學投資，做好準備，管好自己嘅錢。有咩事冚埋嚟你嘅荷包係重傷定輕傷，就睇你之前做咗幾多準備啦。又問下大家啦，如果你住嘅地方實施負利率嘅話，你幻想下擺錢銀行罰息每個月扣1%，你會點做呢？ A. 拎晒啲錢出嚟做現金，收喺床下底，1蚊都唔用。B 就係唔驚，我用方法投資賺翻1%，應該唔算難嘅。C 我打電話俾銀行經理去投訴，或者叫佢 waive 咗我啲費用。D 係其他，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解釋你答案，或者寫低想我講啲咩題材啊。如果今集程度大家接受到又中意嘅話記住打 OK 2隻字，咁會收到噶啦。今集內容到呢度啦，中意啲片記住訂閱呢個頻道 ，like 同埋 share 我嘅片，就會更多人知道呢類理財投資教學噶啦。投資唔係大人嘅專利，下次見大家，拜拜。